杀了，你就不怕王奎杀了你？怕。那你还敢杀了他的女儿？他杀的我，自然我也杀的他。你倒也实在。走吧。去哪儿？去一品考核地。丞相，陈玄出来后，直接去了刘府。去了柳墨那里？莫非他发现了不成？参见剑圣大人。不好，快去通知饶敬，让他把山里的人撤出来。是。饶敬见过剑圣，考核明日才结束。剑圣您怎么？你叫饶敬？剑圣大人知道微臣的名字，微臣惶恐。我看出来了，你确实挺惶恐的。这家伙在那里做什么？直接收令牌，倒是正大光明。你说那人在什么地方？我带您去。你只管告诉我方向便可。我们是在这里分开的，他可能在附近，可能在这边吧。倒是心细，知道用这些粉末来掩盖味道。别紧张，这是剑圣。余朵见过剑圣大人。起身便是。你小子确实挺不错的，竟然真的还有活口。你是禁军？剑圣大人，我问，你答。名字，职位。小人名叫孙佐，是禁军百夫长。百夫长？你有4品？我才3品巅峰。3品巅峰，怎么做的百夫长？罢了，我也懒得在意这些了。是谁让你来的？是护卫队副统领饶敬，饶大人。好，抱紧陈玄。抱住了。干扰我的考核，让禁军进入其中对付1品武者。告诉我是谁让你做的？剑圣大人，我赶紧说。是王丞相让我对付余朵和陈玄。你负责此地。陈玄、余朵，带着这个人跟我一起出去。剑圣大人，我有特殊身份牌，我可以进入第2轮。交过去。剑圣大人，给我一个说法。我想要杀了陈玄，所以才冒险让他们进入。干预我的弟子考核，你是觉得我不敢杀你？剑圣大人自然敢，整个大周无人出您左右。不过我这把骨头，对于大周还是有些用的。陈玄上去，教训一下他。不敢，求之不得。你可服气？服气。陈玄教训你是我教的，如果他在京都出了什么问题，我拿你试问。你女儿和这些人合作，已经被诛杀。我虽然深居简出，但也曾听闻，你的大儿子王松、三儿子王悦平日作威作福，手中人命不少。我将他2人押入天牢，柳木无日问斩。你不服，还是你觉得我当真不敢杀你？
你那些手段只是麻烦些而已。你真以为我有多忌惮于你不成？你二人随我上车。胆子挺大的啊，敢拿我当你的棋子。剑圣大人说笑了，是您让我教训他的。你小子年纪轻轻，心思竟然这么深沉。剑圣大人，小子可没想这么多，小子当时就想着剑圣大人的命令必须得好好执行，其他的我都没想。你小子倒是个人才，只可惜习武天赋还是差了一些。小子，我没有杀掉王奎，你是否有些失望？王奎是当朝宰相，杀掉他必然是牵一发而动全身。剑圣这么做肯定是有着自己的理由。是啊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王奎的势力遍布大洲各处，如果突然被我杀掉，整个大洲可能都会陷入混乱之中，而我收拾残局会很麻烦。而且如果真的大洲乱了，不知道又会出现多少灾民。所以陈玄，未来有朝一日，你如果要解决掉王奎，你也要在平衡各方之后再动他。剑圣说笑了，小子何德何能？你小子再装就有点过了。你也好，你身后的将军府也好，与王奎之间早就不死不兴。你可不是一个坐以待毙的人。你既然进入第2轮，我给你一个保证，等到考核结束，我会给你一个记名弟子的身份，然后亲自引荐你入朝堂。剑圣前辈，我对当官没什么兴趣。此事由不得你。如今的大洲风雨飘摇，你小子短短1个月的时间便冒头，有勇有谋。若不是你实力提威，我甚至都会引荐你进入核心了。直觉告诉我，你是一个能够给大洲带来改变的人。虽然你们都拿到了特殊的身份牌，但为了安全起见，你们接下来的日子还是待在我的府上。第1轮选拔之后会休养7日，再进行第2轮考核。在我府上，你们有任何不懂，我也可指点一二。那什么，我可以回到将军府吗？在将军府内也挺安全的。哦，你想回将军府去？实不相瞒，我这段时间也在制作一些东西，快到了发行的时候了，所以我想回去继续研究研究。不过你若是将大量精力都耗费在这些事情上，你武道进步会很慢的。没办法，这件事只能我亲自来。既然这样，那就先去将军府。明日你还得去考核场地一趟，所有进入第2轮的人要确认一下。好。陈玄，你怎么提前回来了？考核不是还有1天吗？大夫人还说明日亲自去考核场地看你们来着。也是，你习武也就1个月的时间而已，和那些自幼习武的人比起来，还是有些差距。更别说还有很多的人想要对付你，活着回来就好。二夫人，我提前出来，是因为拿到了特殊身份牌，已经拿到第2轮的考核资格了。当真？当然。那便好，那便好。我现在要出去一趟，等我回来之后，你来我院里，我今天要好好奖励你的功劳。对了，陈玄，那香水我这段时间使用了，也出席了一些场合，恐怕效果比我们预想之中都要好上许多。关于香水的价格问题，我们怎么去制定？还有什么时候开始贩卖啊？我这次回来就是商讨这个事情的，不过您先去忙您的，等您回来了，咱们再细说。那先这样。你回来了，有受什么伤吗？没受伤，就是和一群人抢点东西而已。我都听说了，说有6名3品级别的禁军进去想要杀你，最后查到了王奎身上。你胆子也太大了，竟然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扇王奎的脸，而且还扇了3次。大夫人，我就问你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开心吗？
是挺开心的，只是这风险太大了。王奎后面可能会想尽一切办法对付你。我不删他，他也会想尽一切办法对付我，结局是一样的。你给我说说，具体是发生了什么？那些禁军的人是剑圣杀的，是我和一个叫做雨朵的女子一起联手坑杀的。雨朵，永安坊余家后人。你认识他？应该是见过，不过我以为他死在了3年前的那一场案件之中。你们参加考核的时候，一名余家老奴来到将军府，向我说了3年前的事情，希望我能够替余家做主。一个侍郎，也算大周的大员重要人物，全家一夜消失，这么大的事，一点风声都没有。3年前的情况有些特殊，我夫君在战场上败亡，小皇帝刚刚即位，朝堂不稳，这王奎罗之罪名也在其府上寻找出了证据，所以最后事情便被压下来了。是什么罪名这么严重？通敌叛国。通敌叛国，这是大罪吧？当然，泼天的大罪，甚至将我夫君那一战的原因都归咎在了他的身上。但是我知道于将军的性格，他绝不可能行此事。但是王奎手眼通天，加上当时的皇太后也有意如此，最后事情就这么被定下来了。那雨朵如今主动现身，岂不是很危险？当然，他唯一的解扣方式就是成为剑圣亲传。不过如今3年过去，估计认识他的人不多了。王奎已经认出他了，那些禁军便是进入其中对付他的，对付我只是顺带的而已。那如此说来，这女娃娃倒是太过冒失了一些。余家唯一的血脉得保住才行，这个事情我来想办法。对了，王奎在大周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？这么与你说吧，大周共有32州，西边10州几乎是王奎的一言堂。一言堂？王奎发家便是从西边的洛州开始的。20多年前，大周西边动荡，我夫君主要镇守北边，当时战事吃紧，大周内忧外患之下，西边出现了叛军，1月之间占领了6州疆域。王奎领军将叛军打困散，被封为了镇西王。他在西边经营了近20年时间，而后才入朝为相。怪不得，这也是剑圣没有杀他的原因。他一死，大周必乱。而入朝为相这些年，他也在朝中培养出了许多自己的势力。而且直觉告诉我，他的目的不止于此。他一直想要我手中的海牙令，玄甲军驻守北部边关，而且是整个大周最能打的军队。若是海牙令落入其手上，他想要颠覆大周，只要剑圣不管，他便轻轻松松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未来要对王奎动手，也相当麻烦。当然。那将军府呢？也有一些州域作为大本营。不说这些了，你如今实力低微，知道太多也没有什么意义。你既然进入了第2轮，距离第2轮比试还有7日的时间，你快去洗漱一番，我在净室等你。接下来的这7日，你好生修炼，争取练蛊过百。陈玄，记住了，剑圣亲传这个身份，对于你，对于将军府都非常非常重要。这一次不论如何，对于王奎来说，应该都是一个打击吧。虽然剑圣没有杀掉他，但是在外人看来，他似乎和剑圣走上了对立面。以前他在朝中的那些拥轍，应该会有所考量吧。剑圣在大周是一个特殊的存在，他不干涉朝中事务，但是他能凭借自身强大实力，对于皇上都有着任免权。你这方面分析，应该是有一定道理的。不论如何，这次的事情你办得很好很好。你要是有6品就好了，能够执掌玄甲军，将军府这边也能够彻底的稳定下来。夫人，你执掌海牙令，为何你不直接披挂上阵？我在武力上是没问题的，大周也不乏女将军，但是战场瞬息万变，指挥作战不是我所擅长的。而且我如果真去了前线，将军府这边的后方，我担心。
其实二夫人的能力也不差的，包括大小姐。我也曾想过，但是如今北边本就复杂，朝堂之内，包括皇太后，也是想要议和为主。北边是什么国家？大前王朝。整个大前王朝内有2名9品高手坐镇，相较于如今风雨飘摇、内忧外患的大周，大前却是兵强马壮。罢了，不说这些，你如今地位也好，实力也好，都太低了。等你真正成为剑圣亲传，修为提升上来之后，再了解这些吧。对于你，如今最重要的就是成为剑圣亲传，其他的你都无需关心太多。我们先去休息吧。修炼了一晚，真的累人，好在提升了不少。先回小院，等会儿再去看看二夫人。晚些时间你再过来一趟。二夫人，说好了等我回来与你商议事情的，结果转头进了林婉那女人的院子里，便再也没有出来。我和大夫人在商议一些事情。哼，商议事情需要1个晚上。今日你要去考核场地吧？对。算了，说正事儿吧。我按照你之前说过的计划，这段时间出席一些聚会。香水的反响很好，许多夫人小姐都想要得到这香水。在定价和位置上，咱们怎么去选？香水主要还是针对富裕的人做的，所以在价格上可以相对贵上一些，这是别家都没有的。这一批先5两银子一瓶吧。这价格会不会太便宜了？这是我们的低端货，而且利润已经相当之大了。之后我们再推出一些好的，一些限定的，这个才是暴利。好主意啊！限定的香水，好。都听你的，店铺我还是想派在玄武大街上。没问题。对了，店铺不用太大，但是必须修缮的非常精致才行。你先挑好店铺，剩下的修缮问题交给我来。好。这一次有好多人冒头。是啊，据说3品武者的考核场地出了一个叫做陆川的家伙，可不是冒出来的。之前他在兰香馆便一战成名。这小子气体双雄，那大儒陈弘毅的亲传弟子钱瑜，带着许多人围攻他，被他一人一剑匣尽数击杀。钱瑜不是3品武者，从未拜祭。这武道本就一山还比一山高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总感觉怪怪的。不错，不错，不到月余，看这情况，淬骨已经有着70块了。老头儿，我家老婆子问你，可不可以不要动这小子？这小子做的菜不错，也是个人才。你可知道我寻找这能修炼神龙9变之人，寻找了多久？我劝你们一句，别插手这个事情。既然已经出事了，便别再入这红尘。你们插手此事，后果你们是知道的。唉，罢了，老婆子，人各有命。陈玄，刘府待着如何？柳夫人挺好的，知道我的身份之后，她对我很热情。你的身份我都知道了，你父亲被诬陷这种重罪，此时他们不敢对你动手，可能碍于剑圣的身份。但是，如果考核结束之后，他们都可能对你发难。从参加考核开始，我就想到了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今天是柳夫人亲自送我过来的，等到宣读完进入第2轮的名额之后，她会接我回去。那便好，在剑圣的府上，他们总归是不敢动手的。只是，这剑圣亲传，我已经想好了，我可能在武道上有些天赋，
但是和你经历了这些，我也算是明白了，光是有武力是不够的。你的脑子比较好，即便是入了朝堂，也是你的作用大。我们两人如果在第2轮碰到了，我会认输。剑圣已经答应了收我做记名弟子，到时候如果真到了我们俩对战这一步，你更需要这个亲传弟子的身份。我杀了你！谁？给我住手！你想失去第2轮的资格不成？他把我哥给杀了，我是赵家人。那又如何？你别在这里胡闹，这是剑圣的考核场地，你要有本事，在第2轮遇到他，再对他动手便是了。你给老子等着，老子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。既然你这么想他，不如等第2轮，我送你去见他。你很好，你得到了特殊身份牌，进入第2轮，那兰香馆的仇，我定然要亲手报了。你家里还有比那缥缈油更好的战绩吗？如果运气好碰上了，那你可要用更好的战绩换了。如果没有的话，我可不会放过你了。你这个手下败将，那次是我大意了而已。你以为下次再遇到的时候，你以为你还有这种运气？当时我习武1个月都能够打赢你，现在我多了半个月，打你跟杀鸡也没啥区别。安静！现在我来宣读晋级第2轮的成员：陈玄、于朵、周星阳，特殊身份牌；李星灿，539枚身份牌。你小子是个人才，听说你杀掉了钟顺和赵家的赵礼行。你小子胆子倒是挺大的，之前还利用我逃脱了朱星的追杀，不如来我麾下效力如何？赵礼行的爷爷乃玄镜司的长镜使，钟顺的父亲也是礼部侍郎，这可都是朝中重臣。来我麾下，我保你活下去。四皇子本事这么大，你是在质疑本皇子的实力？那王奎也要杀我，你能保我吗？我之前差点杀了司徒兆，司徒寻也对我怀恨在心，四皇子保得住我？你小子竟然就招惹了这么多的人！许绍阳，397块。这又是哪儿冒出来的？你不认识？能够拿到这么多的身份牌，一般来说应该也是身边有人的吧？没听说过。大多数我都是知道的。他可能是自己一个人进去的。如果是一个人，他的实力估计很强。接下来进行第2轮的对决抽签，陈玄对决秦顺。陈玄，你完了！接下来抽取第2组，司徒兆。陈玄，你最好能够赢下秦顺，让我亲自解决掉你。他看不起你，说你必输。等我收拾了陈玄，就来收拾你。7日之后，在皇家演武场进行第2轮考核，决出最后的胜利者。现在你们可以离开了。这陈玄竟然是第1轮就要对上秦顺这秦顺是赵家的上门女婿，天生神力，陈玄对上他必输无疑啊！你们看，四品这边，将军府2小姐第1轮就要对上谢玉了。据说谢家长将军府退了婚，转而和长进使的孙闺女赵莹冉重新订婚了。比舞台内是一场好戏，比舞台外也是一场好戏。大夫人，2小姐和陈玄都已经晋级了第2轮，不过他们抽签似乎都不太胜利。2小姐第1轮便对上了谢月，而陈玄对上了赵家那个上门女婿秦顺。上门女婿，他在1品武者之中很厉害吗？此子据说天生神骨，没有习武便可力能扛鼎，后断体之后才入的1品，而且已经淬骨170多块。我知道了。你们带来的那2小家伙有把握吗？3品4品，自然该他们2人拿下。你们倒是自信，不过你们教出来的徒弟也自当有这个本事。说实话，你们本可以自己带着，那2小子天赋也不错，
何必给柳木？那陈玄呢？他第一轮遇到的可是天生武者，神龙九变，同阶无敌。但是他的底子毕竟是太差了，炼骨数量也不够。按照他这个进度，再有7日，他差不多也能淬骨100块左右了，足够让他和那些淬骨170多块人站在同一行列了。如果他打不过，那就是他废物。神龙九变当真这么神奇？淬骨100块左右，便可堪比淬骨170多块的人。知道什么叫做极道炼体吗？他将肉身开发到了极限，然后再淬体。前3品洗金法耍随，即便习武天赋不足，也可后续追上。这么说起来，你这功法岂不是无敌？哼，也有缺点。什么缺点？太费资源了，越到后期越是困难，而且想要突破到8品到9品，难如登天。唉，既然此功法初期提升如此迅速，你何必寻它做药引呢？其他人不行吗？也不是什么人都适合此功法。怎么说？这功法初期的时候就很耗资源，还要会承受常人所不能承受的疼痛。富裕的人受不了这种疼痛，能承受炼体之苦的人出身寒微。这些年，我也陆陆续续找了不少人修炼着神龙九变，大多数在尝试一下之后，因无法承受那股疼痛而放弃了。绝大多数坚持下去的，想要走到1品也极为的困难，所以人选非常难找。而药引是有时间要求的。陈玄，怎么样？晋级了没有？晋级了，你呢，二小姐？我也晋级了。我们是不是见过？这个是雨朵，我在考核场地认识的朋友，在考核的时候帮了我很多忙。见过二小姐，我们小时候有一起玩耍过。奇怪了，礼部侍郎钟品如，他在这里做什么？还拿着剑，莫非他儿子也被杀了？钟顺想要除掉我，被我反杀了。你杀了赵礼行，还杀了钟顺，那你可要小心点了。陈玄，你杀我儿，我后半生与你不死不休。他要杀我，我被迫反杀，这些都在规则之内的。现在杀了小的，来了老了，怎么？你儿子能杀我，我就杀他不得。我不管你这么多，余生与你不死不休。你岂敢当着我的面威胁将军府之人？你坏了剑圣考核的规矩，想找打，今日我便好好会会你。我乃礼部侍郎3品大员，今晚你敢动我试试？大夫人，既然钟品如要找不痛快，你便成全他吧，一切后果由我来承担。柳夫人、将军夫人，此事是钟品君做的不对，但是他终归是朝廷命官，可否给本王一个面子，饶他一命？贤王倒是来得巧啊！我那不争气的孩儿也想要成为剑圣亲传。既然贤王开口，那么我便给这个面子，饶他一次。不过我夫君说了，陈玄没能够拿第一，也会收他为记名弟子。我知道陈玄动了你们的某些利益，如果有人在暗地里下手的话，我刘府必然追查到底。大理寺办案，贤者避让。你想做什么？大理寺办案，你给我让开！林燕，老子不让开，你敢如何？老秦，你别让我难做，老子就让你难做了，如何？你这混账东西，当年是老子一手把你提拔起来的，现在你却投靠王奎当狗，老子恨不得一刀剁了你！柳夫人、将军夫人，大理寺办案，劳烦给个方便。王丞相，你儿子入了天牢，你不去多陪陪你儿子，还这么忙于公务。刘夫人，还请行个方便。陈玄身边那个女子名叫雨朵，乃3年前通敌叛国的永安坊余家后人，我也是奉命行事而已。陈玄与其牵扯极深，也得跟我前往大理寺候诊。陈玄，你说的对，我不该暴露自己的。不过你放心，我是不会把你牵扯进来的。王丞相说的可是这个女娃娃？正是，她便是余家余孽，
永安坊余家不是被你尽数处决了吗？至于这个女娃娃，是我新收的义女，虽然也姓余，但是却与你所说的余家没有任何的关系。柳夫人，你可知道你在做什么？你虽然贵为剑圣夫人，但是包庇叛国贼之女，你可知道其中这意味着什么？你是在审问我妻子吗？3年前的事情我也有所耳闻。既然你觉得她是余家的孩子，正好，余家那个事情我也有些疑惑，那就重启3年前余家的案子吧。我待会儿便亲自去跟皇上要一道圣旨，然后好好的查一查。如果真查出来了，余朵也是余家的人，我柳木在这里答应，绝不包庇。但是如果查出一些其他的东西，还有这是你第2次在我的弟子考核上闹事儿，第1次我饶了你，不是我不敢杀你，只是我觉得有些麻烦而已。但是这麻烦并非不能解决。带着你的人从这里滚出去。是，剑圣。夫君，见过剑圣。都撤了吧。老秦，咱们没有必要。我从来都没有背叛玄甲军，我只是……别逼老子在这里就动手，给老子滚！老秦，不论你怎么看我，我只能说，我没有背叛玄甲军。将军府如果有难，我林岩必然守在将军府外，与将军府共存亡。只是海压令不该在大夫人手上，该在你手上。别以为老子不知道王奎给你许诺了什么东西，到时候什么都捞不着，自己丢了命，给老子滚远一些！改天我找你喝，给老子滚！回将军府。陈玄，陈玄，你怎么跟个女人似的？院子里这么香。你们怎么来了？是我师傅叫我来的，说他有事找你。那2位前辈要找我，有什么事儿吗？我也不知道，他们就让我过来叫你过去一趟。那行吧，我过去一趟。不行，陈玄，你现在对将军府可重要了，万一有人要偷袭你怎么办？我和你一起。但是师傅说只让陈玄一个人过去啊。放心吧，有师傅和师娘，陈玄不会有事的。可是，放心吧，2位前辈如果要对我们动手，当初就不会医治我了。我跟着他们走一趟没问题的。那行吧。听说你第1轮要打那个叫做什么秦顺的，很难打。还好吧。那小子天生习武的胚子，天生神骨，这体质，即便是我都羡慕得很。我和我这争气的弟弟，肯定能够拿下3品和4品的亲传位置。我还是希望你能够成为1品亲传，到时候也要自在一些。这么自信？当然，之前我虽然自信，但是更多的是嘴炮。但是这次出事之后，感觉应该没人是我对手。至于我这弟弟，别说3品了，一般4品的武者都不见得是他的对手。你弟弟这么强的吗？我弟弟强的离谱，以后你就知道了。你才离谱！听说你把钱鱼给杀了？他找30几个人围攻我，被我全部灭了。师傅，陈玄给你带过来了。老子听到了，别瞎喊。见过前辈。你们俩去后边练武去。好嘞。跟我走。去哪儿？别问。去一个对你有好处的地方。前辈，咱们这是……感觉如何？疲惫。疲惫便对了。所谓的练体也好，练骨也罢，都是到了肉身极限的情况之下再修炼。
效果是最好的。留给你小子的时间只有3天了，所以必须得用一些极限的方法。这3天，你便跟在我的身边修炼。啊，你不愿意？这倒也不是，我就是怕将军府那边的人担心。你放心，林婉晚上大概率会去寻你，等他见了老婆子，他便不会担心了。只要你按照我的方法来修炼，我保证，你每日催谷的数量绝对在5块以上。本来老子也不太想管你的，但是老婆子和那2小家伙都对你印象不错，所以老子才愿意亲自来教你。用你那神龙9变进行修炼。我现在的情况，恐怕维持不了那个动作。我自然会帮助你。这疼痛能承受吗？承受不了，咱们现在便回去。那2位到底是什么人？你派出去的人怎么样了？死了。至于那个瞎子和陈玄去了什么方向，我们也不知道。果然如此吗？钱余的事你别管了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那瞎子和陆川兄弟应该是来自剑城，陆川背后背的便是那传说之中的无双剑侠。他们来自剑城？怎么可能？如今的剑城不是已经没落了吗？剑手更是多年未曾出现。36剑奴死的死，走的走，只剩下了少数几个人维持着剑城。如果是无双剑侠的话，事情就大了。陆川、陆河，莫非他们是那位的后人？而那瞎子和老太婆，莫非是剑奴之二？剑城虽然没落，但也并非是我的手能够伸到的地方。他们自称来自岭州，大概率是，但我不敢轻易试探。如果真是剑奴，不知道他们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。你确定那陆川背的是无双剑侠吗？猜测而已。无双剑侠从陆长生消失之后60年来，无人能够打开，应该不会吧？总之，别招惹这对兄弟。虽然剑城没落，但是那余下的剑奴依然不是好惹的。你小子倒是有大毅力之人，此等疼痛你竟然能够承受，倒是让老头子我觉得越发可惜了。前辈可惜什么？没什么。你他娘再发出这种声音，老子就弄死你！听说你是用飞刀把那个赵礼行给杀掉的。你会使用飞刀，你应该不是气修吧？不是。那倒是有些意思了。飞刀、飞剑之类的，一般来说都是气修专属。气修专属？我看看你是怎么使用的。有飞刀吗？差不多的效果。原来是如此。你能够用树叶当做武器来使用吗？这倒是不行。那距离如何？如今的话，200米左右，应该都能够准确无误地击中目标。这倒是和气修不同，你这个不算飞刀，属于暗器。曾经在大周存在一个暗器门派，叫做暗阁，他们和你一样以炼体为主，然后凭借着暗器为武器。他们的暗器可以藏在身体各个地方，各种暗器手法更是层出不穷。不过后来被灭掉了。我看你这准度确实不错，如果能够学习一些手法，这可能会成为你的一个杀招。气修是怎么使用这飞刀飞剑的？气修是以炼气为主，他们从一开始就不会炼体，而是炼气
和炼体完全是两条路子。他们将体内的灵气遍布在飞刀、飞剑之上，以气御剑，在数百米乃至数里之外取敌人首级，而且万物都可成为武器。比如说这树叶，气修体内的灵气遍布其上之后，这树叶的锋锐程度便堪比匕首，而且心所欲动，御剑之术更是千变万化，比你这要灵活许多。那气修、体修加炼气能一起？你想炼气？想试试。御剑啊，多帅啊！话说气修可以以气御剑飞行吗？御剑飞行，传说之中9品气修应该是能够做到的吧？不过如今这世界只有1名9品气修，至于他是否御剑飞行过，我也不清楚。不过小子，你的根骨天赋一般，虽然这神龙9变前3重能够洗金伐髓，将你的根骨改造一番，但是相较于那些天生神骨之人，你的差距是明显的。贪多嚼不烂，你走体修，再加上琢磨战技、参悟武器之意，已经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。再花时间去练气，对于你目前而言，并不是好打算。好吧，你先将你的一些战技使用出来看看，我看你掌握的如何。好，打给您看。别废话，赶紧的。你说陈玄被陆川的师傅叫走了，到现在都还没回来。是的，二小姐是这么说的。大娘，您怎么来了？陈玄出去到现在都还没回来。对啊，下午陆河的师傅说要找他，然后他就过去了。他到现在都还没回来，我有些担心。你带我过去一趟。好。是你，大娘，你认识这位前辈？陈玄被老头子带出去修炼了，第2轮前回来。感谢前辈。需要我前往将军府吗？前辈说笑了，您是剑城的高人，去了将军府，我也奈何前辈不得。而且陈玄能够得到那位老前辈的指点，是他的福气。我代替陈玄向您表达感谢。我只见他一面，便知他是个不错的孩子。未来我那2位弟子将会在柳木手下学习练武，在这京都，还劳烦林姑娘能够照拂一二。前辈说笑了，他们是剑圣亲传，这京都之中，无人敢欺辱他们。前辈，莫非是剑城出事儿了吗？那可需我将军府尽一些绵薄之力。不用了，你可以离开了。既如此，晚辈就先告辞。大娘，刚才你们的话是什么意思？他们几个人难道是来自于那传说之中的剑城？岭南之南，山外之山，他们正是来自山外山的剑城。怪不得陆川和陆河2兄弟都这么厉害，他们竟然是来自这个神秘的地方。神龙9变之中还有着一门剑技，只不过我没带剑出来。你施展那门剑技看看。你从来没用过剑？没有。想学吗？我自然是想学的，不过我基础太差了，这段时间一直都在修炼，都没时间给我打基础。
基础在后面补都行。我且问你，你觉得剑是什么？剑是什么？剑就是剑啊。那你觉得你手中的枯枝是剑吗？不，它是。剑道者心中有剑，万物皆可为剑。这便是剑意入门。你若是能够在接下来的这几天译出剑意，我便教你一招绝学。这是我2个徒儿都没有学到过的杀招，但我倒是觉得挺适合你的。先把体力用到极限了，再回来思考修炼方向。这前辈说话有些太过抽象了点儿。心中有剑，万物皆可为剑，这是要催眠自己？这太抽象了，肯定是方向错了。内心之中觉得它是一柄剑，似乎最为关键的是心中有剑，万物皆可为剑这句话。但是心中该如何有剑？在上一世的时候，作为狙击手，狙击枪在，人在。很多时候，他手中的那把狙击枪，都被他当成了自己的伙伴、兄弟。难道是把剑当作伙伴就能领悟剑意？还是不行，我与剑打交道打得太少了。不过跑着跑着，感觉手中树枝倒是有剑的感觉。诶，你有所感悟啊？感悟什么？一名武者，特别是剑道修炼者，对于剑意是有着敏锐的洞察力。你虽然在武道天赋上不怎么样，但是在剑道上的天赋看起来倒是还不错。如今体内有了这颗种子，只要种子发芽，你便可剑道入门。修炼吧。腰马合一，步伐如流水。左丞相到！爹，救我！爹，救救我啊！午时已到，斩！陈侍郎，我将我了儿子的做个善后，没问题吧？你随意。大人，你不该接下这差事儿的。这个事情，王奎绝对不会善罢甘休。他不敢对剑圣动手，但是说不定……哼，老子两袖清风，还怕了他王奎不成？老子改天还要去找那陈玄喝酒。老夫恨那3巴掌，不是我亲自扇的。大人，慎言。差不多行了。现在炼蛊多少块了？104块。这神龙九变确实有些意思。炼蛊104块，内劲搭配肉身力量，竟然真的堪比炼蛊170多块的一品武者了。终于，是追上来了吗？小子，你现如今有着和他们一战的资格了，而且看得出来，你打斗的经验相当丰富，这是你的优势，但是你也不可大意。通常来说，淬骨之际，肉身越强，每淬炼一块骨骼，体内所诞生的内劲更多。但是那秦顺是天生神骨，力大无穷，
这生来便是练武的好苗子。他淬体之后，力量过千斤，轻轻松松，所以你万不可大意。切记，未来与人交手，不要给对方任何的机会，即便是一品武者，也记得全力以赴。大意之下是容易被人扮猪吃老虎的。您面对一品武者也会全力以赴？当然，只要确定对方有杀意，我自然会全力以赴。大炮轰蚊子？什么？没，晚辈记住了。这2天下来，你对于剑道是有些领悟。我想你领悟剑意，应该只是迟早的问题。我再教你一剑，你且看好，将其牢牢地记在你的脑海之中。这一剑很简单。这是什么？过去看看。这才是武者该有的样子。如何？很强。这是什么级别的战绩？没有级别。你看明白了吗？您是将剑意和体内的内劲全部压缩在剑中，瞬间把剑斩出。你果然在剑道上有几分悟性，说的8、9不离10，但是具体如何操作，你得自己去悟。这一剑我也说不上来。你先将这一幕牢牢地记在你的脑海之中，等到你觉醒剑意的时候，大概就懂得怎么运用了。这一剑叫什么？没有名字，你想叫它什么就叫它什么。走吧，也该送你回将军府了。小子，老婆子看人不会错，这几天相处下来，我也觉得你小子人还不错。接下来，记住一些事情。啊？什么事情？这习武之人，永远不要把自己最后的底牌暴露出来。行走江湖有底牌，活下去的概率才更大。之前给你说的那句话也记住，只要是敌人，便全力以赴，不要给对手任何的机会。未来若是你入朝为官，这句话也是一样的。你虽然年幼，但是看得出来，你是有些心机在的。我那2个不争气的徒弟，虽然在同级别下实力不错，但是未来他们也会遇到一些麻烦。到时候，你如果能活下来了，也记得帮忙照拂他们1、2。陆川和陆河与我性格相同，未来定然是不错的朋友，您可以放心。你早些领悟剑意，然后学会我那一剑吧。记住，在没有危险之前，藏好你的杀招，在一些关键的时刻能救命。好了，先送你到将军府吧。你小子，这京都盯着你的眼睛可不少啊。是不是有人跟着我们？看起来还不少，不过无妨，他们应该不会动手。你进去吧，明日若是输了，别说我教过你几日。多谢前辈，晚辈一定尽力。明日考核结束后，你记得再来找我一趟。到时候，我再送你一件东西。好的，感谢前辈。陈玄，你回来了。小昭姐，夫人听守门的人说你回将军府了，让我过来叫你。你先去洗漱吧，我等你。明天对付秦顺，小心一些，打不过就认输。剑圣记名弟子，也足以让你在京都无忧。对了，
昨天有个人来对了天王盖地虎的暗号，不过你人不在，我叫他先等着。应该是王杰，这个等考核结束之后再说吧。好，先去大人那边吧。二夫人，陈玄刚入将军府，就被大夫人叫走了。我知道了。该死的负心汉！今日没去上早朝？今日是剑圣选亲传弟子之日，朝堂休沐。你精神状态如何？前所未有的好。按照你的尺寸，给你制作了一身玄衣，还有一副软甲。不过剑圣这考核不允许穿品质太高的甲胄，不然大家都穿好的甲胄，一品武者无法破开防御的话，就无法分出胜负了。那秦顺我这几日也了解了一番，在这次的考核之中，他的实力估计是最强的，所以你一定要小心一些，打不过就认输，保命最重要。我明白。另外，飞刀也重新给你购买了一套。多谢大夫人。陈玄，从现在起，你我之间少说谢字。时候也不早了，你回院子去收拾一下，我们便要出发前往皇家演武场了。陈玄，你怎么了？你换了这身衣服，倒是和之前有些不同了。啧啧，若是不知道的，怕以为是哪家的公子哥儿。出发吧。二小姐有些紧张。是担心打不过谢音。谢音推了我大姐的婚，若是我在比武场上再输给她的话，对于将军府的名声是一个不小的打击。你不要有任何心理压力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我必拿一品亲传。即便你输了，只要我成为剑圣亲传，这京都之人便不敢再对将军府做过分的事情。谢云很强吗？应该是与我差不多吧，不过谁胜谁负都不好说。他年纪比我大一些，实力相差不大的情况之下，比的就是心态了。你把心态放平一些，到时候谢玄如果在言语上攻击你，你大可不必去理会他，甚至你也可以用语言攻击一下他。我调整一下。将军夫人，里面便是考场所在，除开参考者之外，其余者不可进入其中。观赛的位置已经给各位备好了。下车。尽力而为，保命为主。将军夫人，这边请。陈玄，你这7天怎么样？实力提升了多少？提升又能够强到哪里去？7天时间，即便是每日泡在紫灵液之中，最多也就淬骨个10-20块而已，根本改变不了什么。陈玄，今日你必死无疑。上一个说我必死无疑的，现在已经死了。哼！你若是敢杀他，我定然杀了你。你没这个实力，
一品武者，我秦顺无敌。那个丫头是柳夫人收的义女吧？她和陈玄似乎走得很近。赵大人，听闻你们赵家这位秦顺在一品武者之中实力相当了得。尚可。我那不争气的儿子，下一轮怕是要遇到秦顺了。只希望这陈玄能够多给秦顺造成一些麻烦吧，不然犬子怕是在第2轮就要遭到淘汰了。陈玄此子倒是有些乱来，听说令孙赵礼行死在了他的手上。一个乳臭未干、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罢了。将军夫人，我觉得你确实该约束一下你们家的下人了。此子杀礼部侍郎之子，又杀我之孙，虽然在规则之内，但是这似乎并不太好。另外，我也听闻你们的管家秦浪在大庭广众之下指着刑部尚书林燕痛骂，更是说要打杀刑部尚书。这样的人若是不约束，怕是会给你们将军府招惹大麻烦啊。这就不劳烦长进使费心。对了，大夫人，听闻这段日子以来，将军府这酒肆的生意可以说是日进斗金。听我夫人说，你们又要推出什么香水，这都是陈玄这小子给你们出的主意？这似乎和长进使没有太多的关系吧？老夫就是有些好奇罢了。这么一个宝贝，你们让他来参加这剑圣考核做什么？万一死在比武台上，对于将军府而言，可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啊！是啊，刀剑无眼，长进使先是折损了一个孙儿，如果再折损一个孙女婿，您年纪大了，不会挺不住吧？不如先请个御医过来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大夫人对陈玄很有信心啊，你难道觉得他能赢得了秦顺？比武场上可不好说，毕竟他都能够赢下司徒赵，赢下秦顺也不是没有可能。毕竟陈玄说了，那缥缈油极为好用。夫人既然这么有自信，不如打个赌如何？若是秦顺赢了，将军夫人将海牙令交予老夫，如何？皇上驾到，太后驾到，剑圣夫人到。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太后千岁千岁千千岁！平身。谢陛下。宣布规则吧。比武规则：1对1对决，胜者晋级，输者淘汰，出场地为输。除此之外，无任何规则。各位参与考核者，可以看后方牌子上自己名字所对应的场地，直接入场。陈玄，上来受死！剑圣，听闻你已经打算将这陈玄收为记名弟子，不知真假？确有这个打算。哦，是因为他出身于将军府的原因？这与他的身份无关。我夫人喜欢他做的菜，加上接触几次下来，我觉得此子身上有着一股我当年只身闯荡京都的劲。不过，听闻这陈玄沙调了赵家的赵礼行。赵礼行参与考核，以杀人为乐，该杀。确实如此。不过这秦顺是赵家人，怕是不会这么容易就饶过陈玄。况且这比武场上刀剑无眼。太后想说什么，不妨直说。罢了，我便直说了。关于海牙令被林婉执掌一事，不知道剑圣是何态度？太后，这是朝堂政事，我夫妻2人不插手的。夫人说的是。既如此，看比武先。这陈玄做菜确实好吃，若是比武有个意外，倒也可惜。
我在思考一个事情。听说你本是赵家的下人，如今成为了赵家的上门女婿。你一家子人，估计也算是因为你飞黄腾达了，对吧？你想说什么？你想杀我是吧？不是想，是一定会杀了你。我在想，如果你死这儿了，你那一家人在赵家还会不会继续过上现在的好生活？还是说，你死了之后，他们会回到原本的底层？你去问阎王爷吧。比武开始，不愧是帝师的缥缈游，这身法着实是不错。陈玄的缥缈游竟然已经入门了，哼！但终究只习武1个多月下人而已，即便身法入门，也改变不了这一战的结局。裂空，小心！夫君，你看陈玄在战斗之间的判断，完全掌握了博弈的心理，而且他这飞刀极为的精准，倒是有几分手段。这一战没什么悬念了。啊！剑圣觉得这一战结束了，不好！结束了。别杀我！我认输！别杀我！陈玄，你给我住手！长进使，你是打算干预剑圣弟子选拔吗？剑圣，太后，秦顺天生神骨，未来若是能够成长起来，不说9品，8品是一定能够达到的。若是他入了8品，对于我们大周也是一大助力。陈玄，秦顺已经认输了，点到为止可好？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陈玄，饶我一命，之前都是我的不对，以后不会了。哼，饶你一命。若此刻是我落在你的手上，你可会饶我一命？在偌大的大周，我不曾招惹任何一人，我只求活下去。但是3番2次的遭到暗害，那些事情与我无关。陈玄，你当初兰香阁司徒赵挑战我，想要杀我。我听贤王的话，做人留一线，饶了司徒赵一命。结果司徒赵在第1轮考核带着几十人追杀我许久，那一刻我就明白了，对付想要杀我的人，只要有机会就不要留情，就是要杀，杀到他不敢再对我动手为止。好胆色！确实好胆色，夫人。这几次的事情下来，我倒是有些欣赏陈玄了，只可惜习武天赋限制了他太多。夫君，有没有可能是你看走眼？陈玄习武不过1个多月的时间，这一点你我是清楚的。而秦顺是这一次1品之中最强的几个人之一。夫君之前都说过，他可能成为那个优胜者，但是你看到了吗？他和陈玄对战之际，完全被陈玄压制。陈玄或许绝对实力弱，但是他在战斗之中却能够完美的发挥出自己的一身本事，同时牵着对方的鼻子走，这又何尝不是武道天赋的一种呢？确实，那秦顺一身本事都没发挥出来，便死在了陈玄的手中，倒也有些不才。1号场地，陈玄胜。13号场地，许绍洋胜。陈兄好本事，这秦顺是这次大热门，没想到陈兄全场压制住，并且还这么快就解决掉了。你竟然能这么轻易解决王杰，这次1品选拔果然卧虎藏龙啊！彼此。如果我们最后交手，我希望点到为止，
我觉得陈兄人不错，想要和你交个朋友。和我交朋友？你可是看到我得罪了多少朝中大臣？若是成为了剑圣亲传，朝中大臣有何惧之？我和陈兄出身相似，我觉得咱们能够成为很好的朋友。王杰是什么情况？竟然这么快就被淘汰了？那许绍阳看着有点不对劲的感觉，看情况下轮你遇到他要小心点。我会小心的。第2轮就是我们了。之前你要杀了我来着，陈玄，这比武待会儿咱们点到为止就好。那可不行，咱们上了擂台，既分胜负，也决生死。你，他好像被你吓到了。他才14、15岁，给他点心理压力。如果他弃赛了，我就直接晋级。你怎么样？需要治疗吗？出事了。雪儿输了。啊？输给了谢元。你知道的，雪儿那性格本就火急火燎。谢轩在和他比武的时候出言侮辱我，雪儿就上头了，最后被抓住了破绽。他受伤严重吗？谢轩想下杀手的，还好雪儿反应快，主动认输了，肩膀被刺了一剑，并不致命。大娘让我告诉你，剩下的要靠你了。这考核对将军府很重要。我明白，你回去给大夫人说一声，下一轮的时候，让他观察一下那个许绍阳，看一下他的战斗方式。你对付司徒兆的时候也要小心点，他也很强。第2轮，准备上场。司徒兆，咱们之间的恩怨也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了。陈玄，我们不用武器行不？这擂台我们简单切磋一下。切磋一下？当初我和你无冤无仇，兰香国你点我的名，想要杀了我。在山里的时候，你带着几10人追杀我，现在说切磋一下就行了？还是我之间，你我今日只有一个人能够活着走下擂台？第2轮，比武开始。剑圣，司徒兆腿都在抖，难道是受伤了？被陈玄震慑到了，怕陈玄杀了他？多半是吧？不至于吧？他也是1品中的佼佼者。别杀我！我认输，我投降。义子，今日回去，我把你吊起来打。上半区最强的2个人便是秦顺和这司徒兆，看来陈玄可能要进入决赛了。夫君，你好像看走眼了。如果他能够，咦？来人！剑圣大人有何吩咐？将许绍阳的信息给我拿上来。他怎么了？那小子是气体双修，应该都已经到了1品的极限。而且，再观察观察吧，可能我看错了。陈兄好本事，竟然让司徒兆落荒而逃。我知道陈兄很需要剑圣亲传身份，但这个身份对于我来说，我必须得到。巧了，我也是这么想的，那就只能手底下见真章了。有趣，这小子竟然是和陈玄一样，出自于一个村落，倒是个神秘有趣的小家伙。这小子在1品中实力这么强，竟然没人知道他。相较于陈玄，他似乎更加的有意思一些。陈玄毕竟还有将军府，而他什么都没有。那确实有点意思。不只是如此，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这小子的体质非常特殊，应该是纯阳体。纯阳体，传说之中千年不遇的习武圣体。对，陈玄这小子，怕是有点难了。那如果陈玄赢了呢？你要收那许绍阳为徒吗？这种天赋可相当难遇到。大夫人说了，这许绍阳是气体双修，而且都到了1品极限的程度，你们接下来都要小心一些才行了。
陈兄不必担心，于姑娘实力了得，让我用了一些杀招。为了避免于姑娘和你说我的招式，我把她打晕了而已。陈兄，聊几句。我出身于通州下的一个小山村，我父母都是手艺人，所以日子过得还算不错。我9岁那年在河边玩水，不小心打湿了咱们那知县儿子的衣角，我差点被他的护卫给淹死。我父亲看到这里就上去救我，然后被护卫一刀砍死了。他们饶了我一命，但为了息事宁人，用10两银子和我的命做威胁去堵我母亲的嘴。我母亲为了我只能认了，但因为我父亲的死，她整日郁郁寡欢。有一天我醒来的时候，我母亲吊死在了房梁上。我家里亲戚听到消息之后，他们都来到了家里，为了谁抚养我的事情吵得不可开交。最后他们分走了我父母留下来的家底，将我们的房子也卖了，几家人平分，然后说让我在每个家里住1个月。但是呢，真去了的时候却没有人管我。没办法，我只有9岁，为了活下去，我只能够干点偷鸡摸狗的事情，去别人菜地里偷菜偷鸡。我在村里成为了人嫌狗厌的混蛋。我也不想被人讨厌，但我也想好好的活着。没办法，我得活下去啊，不这么做我会被饿死。那个时候的我饿得枯瘦如柴，我都觉得我的人生已经结束了。直到几年后的一天，在我落脚的一个破庙里，来了一个绝美女子，她满身都是伤，她真的好漂亮啊！但是她受伤太重，死在了破庙。我意外得到了她的修炼功法。4年，我走到了1品的极限。这他娘的不应该是我的开篇剧本吗？然后我收到剑圣亲传弟子的消息后，我只身入京。而京都这段时间，你是最耀眼的那个人。我听说了你的故事，你本是后厨的杂役，和我一样，都是在大周的最底层。你凭借着炒菜，给将军府带来了数十万两白银的收入。自此，你也算是有了归属。你知道那个时候我有多佩服你吗？我是最底层的人，知道想要爬出来，要经历怎样的绝望跟艰辛。不过现在，距离剑圣亲传只差最后一步了。我虽然很佩服你，但我不会放弃的。不过直觉就告诉我，以后我们会成为很不错的朋友。如果我成为剑圣亲传，你也是记名弟子，到时候你有任何麻烦，我都会帮助你的。虽然我也很触动，但是剑圣弟子名额我还是要拿下的。我只是不想与你交恶，大家凭实力争。哟呵，聊着呢。你们果然进决赛了。他们太弱了，甚至都不用我打开我弟的剑匣，没意思。啐，你们不是最后的对手吗？这还能聊上？这哥们儿怎么看起来傻乎乎的？他很强，我没有赢把握。哦，放心，咱们都是哥们儿，你再不济，我师父也会收你当记名弟子。我和陆川成为了剑圣亲传，以后你的事儿就是我们兄弟的事儿，到时候管他什么人，惹到咱，通通砍了。我在4品那边都听说了，你把那个秦顺给砍了，然后吓得司徒赵不敢应战，我还以为咱们肯定能够成为师兄弟了，结果竟然冒出了这么一号人。他很猛吗？你决赛的对手是谢辉？对，这狗东西还有几分实力，竟然能赢下了秦雪。不过你放心，
待会儿我把他打得跪在地上，给秦雪儿求饶道歉。陆河，别以为你就是无敌了，谁胜谁负可不好说。有什么不好说的？老子放个屁都能崩死你！剑圣考核一品武者决赛，请陈玄和许少言上擂台，加油！你知道那个谢慧刚刚找我说什么吗？让你杀了我。是的，说只要我杀了你，便引荐我入官场。可笑，我必成为剑圣亲传，何须他引荐？母后，你说陈玄还能够继续创造奇迹吗？你似乎对这陈玄特别看好。没有，只是他比较特别，所以稍微关注了一下。一品武者最终决战，陈玄对战许绍洋，比武开始。刀意吗？陈兄，我说了我们是切磋，不如我们都不用武器如何？你不使用武器的话，你这刀意可发挥不了，你可会吃亏的。无妨。好。陈兄倒是个性情中人。那陈兄小心了。陈兄习武1个月，竟然能有这样的力量。陈兄，我要开始出全力了。夫君，陈玄的天赋比你想象之中要好很多吧？才1个多月，他这内劲强度应该已经是淬骨150块以上了。能够以这种速度习武，足以说明他自身的天赋也非常高。不，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陈玄淬骨并不没有这么多，他应该是走的武夫之路。武夫之路？极道炼体？对。怎么可能？极道炼体，每一个境界都非常困难。他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将肉身锻炼到极致，然后入1品。虽然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，但是看起来确实是如此，而且其溃炼的骨骼也确实不少。那倒是有几分意思了。战技吗？裂空，封山。陈兄，劳烦你在床上躺几天了。为什么？升龙拳！我认输。刚才你什么情况？有人希望我输给你。我认输了，你不宣布结果吗？你明明还能战，为何要认输？我忽然不想拜剑圣为师了，不行。一品武者最终之战结束，胜者陈玄。陈兄，看起来你确实是有着不少的麻烦。我只是认输，上面那些人眼神里都是杀意。他们总是这个样子的。那些高高在上的人，我从未招惹任何一人，只是凭借着一手炒菜，想要在这世道上活下去。然而他们却不允许，他们想要我死。这世道便是如此，这世道肮脏不堪啊！我还是想不通，谁想让你输？你若是成为了剑圣亲传的话，对于这人的话，应该也不用在意吧？恭喜陈兄成为剑圣亲传。许绍洋，剑圣前辈，你可愿拜我为师，随我习武？剑圣前辈此话何意？我已经输了这决赛，我柳木想要多收一名徒弟，也无妨。你这天赋无需参与这考核，我也愿收你为徒，你可愿意？那陈玄呢？陈玄既然为一品优胜者，我自然也将收其为亲传。徒儿见过师尊。你二人且下去吧，拜师仪式等到所有的比试结束之后再说。
他奶奶的，倒是有意思。小子，你他娘明明能赢，为何忽然住手？你笃定了师尊会收你为徒？师尊4品级别，我当仁不让。剑圣自然也是我的师尊。我先喊2声顺顺口，怎么了？你把握这么高，小子，可不止你一个人是天才啊！就谢平这样的货色，待会儿你看着，老子把他当儿子打。待会儿必须打得他认我当爹，我才会考虑饶他一命。你还没说你为何放水呢？当时走神了。陈兄太猛，我信你个鬼！武者1品其实也可称之为淬骨境，而2品便是炼金境。想要从2品入3品，最简单的，但也需要打通一条主经脉，将经脉之上的所有穴位全部冲开，才可将罡气印入丹田，进入3品境界。3品才算是武道之路的开端。当然了，这是体修所走的路，气修的路不同，极道也是如此吗？对，即便是极道，他们也得将所修的主要部位的经脉彻底打通，才可入3品。这炼金也是练得越多越强吗？当然，人体12条正经，8条奇经，淬炼越多，最后入3品之际，丹田内形成的罡力便越是浓郁。你们可以将武道前3个境界断体、淬骨和炼金都认为是在打地基。肉身越强，骨骼淬炼越多，炼金数量越多，地基就越牢固，这都是常识啊。那你们呢？地基打得如何？我和我弟都是千金之力后入的1品，炼体的话，除开头骨没有淬炼，其余的全部都淬炼了。为啥不淬炼头骨？淬炼头骨有些危险啊，一个不小心就有可能成为傻子。至于炼金，我们都是淬炼了12条正经。也就是说，只要是淬骨，炼金的数量差不多，实力也是差不多的。那肯定不是，这又是和功法有些关系了。比如说天阶功法，在所有条件都差不多的情况下，天阶功法的修炼者就是最无敌的。比如战绩的强弱，也是实力上面的差别。不过拜了剑圣为师，这些东西肯定都不会少的。我认输。2品武者决战，胜者吕松。他娘的，还以为能多一个美女师妹来着，结果打不过那男的。姓吕，这个姓氏有什么说法吗？咱们大周的那位太后便姓吕啊，不知道他们之间有没有关系。恭贺太后，这吕松倒是展现出了高人一等的天赋。吕松拜入剑圣门下，未来吕家怕是要出一名9品战神了。得，还真是吕家的人。他奶奶的，以后都是师兄弟了，他竟然还这么拽。我和陈兄都是泥腿子出身，他看不上倒也正常。到你了，给上面那些人打个样，让他们看看什么叫做天赋。但记住师傅所说的话。看好了，接下来3品武者决战，陆川对战杨天乐。那杨天乐什么来路？这是一个来自朔州的人，应该是青天剑杨奇的族人。杨奇？那杨奇是大周最强气修，也是大周剑圣之下第1人，距离9品据说只有1步之遥。所以那杨天乐也是气修？看起来倒不是。比武开始。你很强，听闻钱鱼带着数十人被你1人尽数斩杀，但是我不是钱鱼那样的蠢货。我自入3品之后便从未败过，今日这剑圣亲传之名我拿定了。
听说你来自岭州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，今天就滚回你的岭州去！这群豪门望族之人，总是这么狗眼看人低。这正常。你们也不看看，抛开我们几个人之外，这一次进入最后决战的32人之中，有几个人是底层出身的？几乎没有。他们早就收拢了绝大多数的资源，底层人想要往上爬的难度太大了。他高高在上惯了，看不起底层人倒也正常。但是，我弟好像有点生气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一招秒杀你！小子，你他娘的毛都没有长齐，敢对本少爷大言不惭！你可知道我祖父是谁？我祖父乃……紫魔出，燕王窟！这是紫魔剑，来自剑城。我倒要看看你有几分本事。浪天池！是剑城的无双剑匣，无双剑匣里面藏着9剑，皆为天下名剑。自陆长生60年前失踪，无双剑匣便再无人可打开。60年过去，此子竟然能携带无双剑匣走出剑城，来到了我们大周。陆川见过师尊。3品武者决战，胜者岭州陆川。哥，我拿到第1了，就剩下你了。放心吧。4品比武最后一场，岭州陆河对战京都谢平，请双方上台。陆河，这小子是陆川的哥哥，他怎么空着手就上去了？他不拿武器吗？平儿将你所学展现出来便是，无需忌惮对手，无需被上一战所影响。干嘛？想玩赖的？你是他爹？是又如何？那今天你倒是我兄弟了？你什么意思？因为我要把谢霆打的也管我叫爹。你个黄口少人，休要张狂！陆河，你别装了，你肯定没有陆川那样的天赋，否则无双剑翔怎么会属于陆川，不属于你？想挑拨我和我弟的关系，罪加一等。不好意思了啊，你儿子刚刚说话不好听，我觉得我今天可能得认你当儿子了。你，哼，出身剑城，连剑都没有，怪不得无双剑匣是你弟弟的。今日我倒要看看，没剑，谁说我没剑了？你的剑就是我的剑。剑来。气修，不对，他身上并无气修的灵力，刚才也并没有灵气释放出来。这是剑意的剑心之境，4品，其年纪看起来也不过17、18岁的样子，竟然领悟剑心之境了，这怎么可能？哼，那秦雪儿是我朋友，我听他说了你的事情，你之前又坏他心境，以无耻之法战胜了他，我看你很不爽。乖孙儿，爷爷要动手揍你喽！你有种把剑还给我！哼！此子的天赋不在那陆川之下，我们认输。只可惜，不是尚书大人参加的比武。尚书大人这认输的速度，倒是和当年在前线的时候一般无二。再不叫爷爷，你可要被我打死喽！不叫爷爷，那就慢慢享受。我有把握给你来个几千剑。爷爷，
我儿，你因何发这么大的脾气？我乃大周兵部尚书，小儿安敢欺我？差不多行了。我认输。乖孙，以后在京都见到爷爷了，记得打招呼，要有孝心，你可明白？四品决战，领州陆河胜。太后，如今比武结束，我也带着这几个弟子先行离去了。辛苦剑圣了，希望剑圣能为我大周培养不世之才。我自当尽力。我知你们都还有些自己的事情要处理，我给你们1夜的时间处理完毕，明日便来我府上，我将正式授业。陈玄，你跟我一起。我师父好像要找你。你先等我一下。二小姐如何了？受了一些伤，不过并无性命之忧，此时正在兽车里面。陈玄，你果然没让我失望。大夫人，我此时可能不能与你们一同回去。那瞎子前辈有东西要交给我，我得先与陆河他们过去一趟。好，那我回去备好庆功宴，等你回来。这家伙不懂事儿，作为大师兄，得找机会给他立立规矩。徐兄，你有落脚点吗？有，倒是有一个地方。不过今日好像有不少人盯上我了。如果陈兄这儿能住得下的话，我叨扰一日如何？当然没问题。那我便叨扰一日了。说这话，以后都是师兄弟了，一家人。是一家人的话，那陈玄，以后我可以免费去醉仙楼吃饭吗？当然没问题，你们想吃什么给我说就行，我亲自给你们做。你就知道吃，都快胖得跟球一样了。赶紧回去吧，师傅和师娘还等着咱们呢。大夫人担心你的安危，让我亲自送你们过去。我在门外守着，没人打扰你们。那就劳烦秦爷了。那群孙子逮着机会就想对付你，毕竟是你让将军府得以财源广征，他们那些下三滥的手段就没用了。但现在你小子可是剑圣亲传，此后大概率他们是不敢在明面上来对付你了。你小子现在身份也是水涨船高了，以后说不定我还得巴结你才行。秦爷，你就别打趣我了，我再如何都是将军府的人。哼，你小子不忘本就好。上车吧，我送你们过去。我就在外边等你。许绍阳对吧？跟我们一起进去呗，都是师兄弟了。我带你去见见我以前的师傅和师娘。算了，我就不去了。我也在此地等到你们便可。那行吧。师傅师娘，我们回来了。师傅师娘，你们怎么就收拾好包袱了？你们已经拜了师，我和你师娘自然是要离开京都了。那师傅师娘，你们还回建城吗？我和我哥想你们了，去什么地方可以寻到你们？有缘自会再见。师娘让你们以后在京都好好修炼，早日入8品，早日回去接管建城。不回去可以不？好吧，我会努力的，争取10年内回去。师娘跟你说，京都比不了建城，你们在建城随戏惯了，但是京都不同。我们走了之后，虽然你是剑圣亲传，但是这京都人心叵测，你们尽量低调一些，别去招惹那些达官贵人。我好像已经招惹了。陈玄，今日让你过来，除开打算给你一件东西之外，就是想要叮嘱你2个事情。第一个就是我这一对徒儿，我与你相处几日，发现你有着不符合你年龄的成熟与稳重，而他们2个在建城没规没矩惯了，在这京都会招惹一些人，什么时候被人算计了都不知道。希望你在未来能够帮扶一二。前辈说笑了，他们2人天赋超群，又是剑圣亲传，未来怕是需要他们帮助我。陈玄，我并非说笑，这大周王朝混乱不堪，朝堂之争越发的严重，剑圣亲传是护身符，也是索命绳。
不只是他，包括你也要万事小心。我明白了。之前我给你提过暗格，还记得吗？你会使用飞刀，而这本书是我家老婆子手写的，上面记录着一些暗器制作方法和使用暗器的手法。虽然这不算正统武道，只算得上旁门左道，但是你心性不坏，这暗器关键时刻可以让你保命，其中威力大的甚至对9品高手都有一定的威胁。多谢前辈。另外，我要给你说的第2个事情，之前我便提醒过你一次，这个世界上免费的东西才是最昂贵的。我之所以帮你，一来是这2小子，二来是老婆子想看看你，三来希望你能照顾一下我这2徒弟。还有这天下所有的好事都有代价，越是容易得到的，代价就越大。切记。前辈，指的是神龙9变吗？孩子，言尽于此，剩下的路就只有你们自己去走了。至于能够走到什么地方，就看你们自己了。你们真的不回建城了吗？我们老了，我和老婆子大半生都在建城度过，也想出去走走，寻找我们的机缘，所以我们不打算回建城了。希望你们兄弟2人能够重塑建城荣荒。可是，万一我想你们了怎么办呀？我说了，有缘自会相见。哎，老婆子，你终究是心软。若是你们未来入了9品，真想见我们，那便来东边寻我们吧。一路往东去，穿过吴国，走过10万大山，去海边，一路往东。你们要去东海？你们要去寻找那传说之中的仙缘？孩子，我和老婆子年纪大了，距离大限也不远了。此生无法突破9品的话，最多也就10年好活。虽然虚无缥缈，但是终究还是想要尝试。可是，据说去了东海的人，从来都没有人回来过。我2人心意已决，无需多说，好好的待在京都，早日入8品。陈玄，我与老婆子打算连夜离去，陆河2兄弟今日可否随你入将军府？自然是没问题。好了，别哭哭啼啼，跟个娘们似的。你这一生会有无数次的分别，分别一次就哭一次，而且我和老婆子也不一定就真的会死。那我送你们。无需丧送，陈玄，带他们离去吧。师父，师娘，师父，师娘！别哭了，跟我去将军府吧。今日应该是备好了许多的吃食，烤鸭、蛋糕，各种炒菜。真的吗？嗯。走吧。对了，建城是个什么地方？陈兄不知道建城，这可是无数武者心中的圣地。我习武不过月余，对于武者之事确实知之甚少。这建城数百年前便存在了，据说是一个大能者所建造的。建城独立于任何国家之外，据说建城收纳天下武学，是无数武者口中的圣地。而成为建城之主的第一个先决条件，便是可打开无双剑匣。每一任的建城城主都会成就天下第一之名。天下第一？那岂不是说陆川会成为建城城主？原则上是这样的，不过上一任的建城城主出现了一些意外。怎么说？建城城主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，每一任建城城主在突破9品之后，都会背着无双剑降挑战天下9品。一是宣告建城地位，二是游历天下，寻找下一个传人。但是上一任城主陆长生却并未收徒。他游历天下归来之后，在建城枯坐30年，而后于60年前他便失踪了。自此，建城便陷入到了动荡之中。正如他所言，建城收纳天下武学。当陆长生失踪之后，建城封锁了消息，但是每年都会有人来建城挑战，直到大概30年前，消息隐藏不住。建城一直都没有人能够打开无双剑匣，建城自此落魄。那个时候，没有人抢夺无双剑匣，怎么可能没有？无双剑匣乃天下第一神兵，其中9柄皆为天下名剑，最差的都是神兵榜前20，神兵榜前3含2，神兵榜前10含其6，这足以让天下人觊觎。这剑匣这么夸张吗？但是他们无法靠近剑种所在，他们也带不走无双剑匣。所以60年来，
无双剑侠一直就存在于剑种之中。这60年来，只要出现1名9品武者，都会只身入剑场，想要去取剑种。包括咱们现在这位师尊柳木，都是去过的。据说他是唯一一个到了无双剑侠前的人，但是却无法打开剑匣。那岂不是说，现在陆川背着剑匣，会遭到天下9品的觊觎？正是如此，这也是师父与师娘在得到柳木要收徒的消息之后，让我们来拜他为师的原因。什么意思啊？自陆长森消失之后，天下并无魁首，直到师尊入9品，他走了剑城城主所走的路，挑战天下9品高手，并且战而胜之。也就是说，是如今天下第一强者。正是如此，陈兄竟然连这也不清楚，不然你以为剑圣之名是白叫的？不过据说他因为一些原因不得离开大周京都，而我们兄弟除开拜师之外，其实是来寻求庇护的。只有他能够守得住无双剑侠。那未来这京都，怕是会有天下9品高手不时来扰了。等我和我弟入8品之际，便无惧了。在这之前，柳木既然收了我们为徒，他自然是考虑到了这一切的。陈玄，你先带这几位小哥稍等片刻，我去通知大夫人。如今你们都是剑圣亲传，大夫人自然得来正门迎接你们才是。好的。不用这么麻烦，咱们直接进去就行了。我都闻到香味了。这是礼数，你们就这么自己进去的话，别人会觉得将军府不懂礼数。等改日再摆宴席，我会单独邀请朝中百官为你庆贺。大夫人，我父母想回村庆祝一番，可否安排一下？你父母的想法倒也正常，此事并不麻烦，到时候带玄甲军一起过去走一趟便可，正好也去你的家乡看一眼。那就麻烦你我之间无需说麻烦二字。去吧，你朋友还在你的院中，今夜你去陪他们。将军，一切似乎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。将军府海压令，或许我能够守住了。将军，若是未来我改嫁，你当不会怨我的，对吗？这才是人过的日子，我这15年都白活了。陈玄，我以后都能吃到这样的早饭吧？当然，以后我会给你一张醉仙阁最顶楼的会员卡，你随时都可以去吃。但是我可要提醒你，醉仙阁是将军府的产业，你吃了，可就欠了将军府人情。这都好说，有吃的就行。见过4位小爷，剑圣已经在练武场等待了。4位小爷，请随我来。吕青松那狗东西来了没？吕小爷已经来了1个时辰了。他娘的，挺有心机啊！起来吧，我柳木此生从未收徒，你们是我收的第1批，也是最后1批。好，你们5人按照修为来排序吧。陆河，你是大师兄；陆川，你是2师兄；吕松，你为老3；许绍阳为老4；陈玄，你是老5。以后记得听大师兄的话。接下来开始授课。师尊，你是要教我们剑法吗？难道是那传说之中的云霄九剑？云霄九剑自然是会传授给你们，但是不是现在。以后你们每日早晨卯时起床洗漱晨练。晨练什么，每个人各不相同，主要都是修行为主。
卯时到巳时我讲道，中午休息1个时辰，下午则是修行。讲道修心本来该去学堂，不过如今刘府的学堂还在修缮，今日便暂时在此处讲究。在讲道之前，我且问你们一句，在你们看来，武者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武者最重要的是心境。最重要的是得吃饱吃好。应该是一颗心怀天下的心。武者必争，半步不退方为武。哦，怎么一个争法？与人争，与地争，与天争，与己争，以争破万法。你在1品境界能够悟得这些东西，倒也难得。正如老四所言，武者必争。你们都知道，武者修炼需要大量的资源。我柳木门下不强取豪夺，但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，自然要争，用符合自己心境的思想去争，以争锋悟心，以心定破凡漏。是。你走的是武夫的路，对吧？武夫这条路，如今几乎被抛弃，因为武夫每个境界都要走到极限。你有没有想过换成气修？我修炼了这个功法之后，身体便无法吸收灵气了，好像气修也走不通了。罢了，武夫之路，我这倒是有着2门，明日给你，你试试看吧。多谢师尊。我在府上都给你们安排了住的地方，你们今日后住在我的府上便可。师尊，我就住将军府，明日还有一些事情，我还需去处理一下。师尊，我也回府上住，明日我会一早过来。既如此，那便随你们吧。陈公子，陈玄哥，看起来气色好了不少。这段时间你们辛苦了。陈玄哥说笑了，以往咱们这些木匠哪里有这么多的活儿？有好事儿？这段时间有媒婆来给我哥说了一房媳妇，过几日就要成婚了。当真？这得感谢陈玄哥。今日香水派装完，我明日便带着我爹去提亲，过几日便要成亲。到时候陈玄哥得空的话，不知道能不能来喝。当然，这杯喜酒我当然要来讨。那好，等您来。等成婚之后，我再存些银两，也去购买一本功法，也习武。那陈玄哥，我就先去香水铺那边了。好。陈公子，你先去忙你的去吧。那个小娘子人儿倒是长得不错。吕茂兄，那女子确实是个美人，但是她可是陈玄的人，陈玄乃剑圣亲传，你可动不得。放屁！剑圣亲传又如何？一个泥腿子而已。听闻那将军府在修缮什么香水铺，老子今天不只是要了这个美人，还要去把他的铺子给砸了。我看他敢拿我如何！你突破2品了，我本就随时可以突破，因为要参加剑圣考核，所以一直拖着而已。倒是你，我怎么感觉你身上的气息浑厚无比？你淬骨多少了？184块了。什么？这距离剑圣考核过去不过12日的时间，你竟然淬骨184块了！他娘的，你到底是个什么变态啊！说正事儿吧，你此次过来是谈烈酒的事情。对，我和我父亲说了一下，我父亲也同意尝试，并且这将全给我负责。虽然我觉得烈酒不错，但是大周的人都喜欢了清酒，我也不知道是否有市场。你先给我酿制个几百坛，我拿去卖了再说。你们的酒一般是如何卖的？一般就是供给京都及附近几个州的酒楼。如此说来，你应该和一些酒肆的掌柜关系不错。烈酒的接受度是一个问题，咱们还是得慢慢的铺开。我重新酿制了一些粮食酒，我先给你10坛，你可以先在京都的铺子免费给人试喝，同时也可以给到一些酒楼，同样是免费的。你先观察一下反响，如果反响比较好，到时候定价权都在咱们的手上了。
要不说你陈玄一人就解决了将军府的困扰呢。另外，你得单独建造一个作坊，然后挑选一些酿酒的老手过来。已经在筹备了。陈玄，出事儿了！怎么了？有人跑来说香水铺被砸了，而且有木匠被打死了。什么？过去看看。我跟你去。不必，你还是藏在暗中。酒的事情，你明日来最先革取。让开，让开！陈玄哥，你快进去！穆念被人抓进去了，怕是要出事儿。陈玄，看那些人的服饰，他们是吕家的人。站住！你只管出手，出了任何事情由我负责。禽兽！你个禽兽！叫啊！你反抗的越厉害，我就越兴奋。美人儿，你就老老实实的从了我，荣华富贵你唾手可得。谁他娘的敢对老子动手？陈玄，你竟然敢打我！陈玄，我要你的命！你竟然敢伤我！外面那个人是你杀的，对吧？陈玄，我乃太后侄儿，吕家吕茂，你可知你对我动手后果是什么？外面那人是不是你杀的？哼，一个泥腿子罢了，杀了就杀了，又如何？为什么？他是一条命，一条活生生的命。他明天就要去提亲，过几日就要成婚。他还邀请我去参加他的婚礼。他对生活充满了希望，为什么你要杀了他？这种人杀了便杀了，就杀了吗？你当街行凶，杀人自当，偿命！陈玄，你别杀我！我姑姑是延禧太后，我是吕家的继承者，你不能。陈玄，我哥被他们打死了，我哥被他们打死了。对不起。你杀了他？大理寺办案，前者必退。